对了，三星跌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爹。今天可能是三星跌吧。先前有讲说，我一直对这一台 Samsung 的 S21 Ultra 很有兴趣。然后上个星期做了一个大约，就是我觉得现在规格里面什么地方 iPhone 12 Pro Max 上面应该有，或者是我们今年年底可能会看到12S 或者13应该有的一些功能。那很多观众就希望我可以买来自己玩玩看，测试看看。如果有常看我频道的观众，应该知道我先前其实是有用过 Android 的，不管是我自己有买来使用，或者是我先前的工作，我必须要每天2台手机双系统同时使用，所以呢，我对 Android 其实并不算是很陌生，因为其实也隔了蛮多年了。然后看到近几年来 Android 的改变跟进步，那尤其是我个人的话，蛮喜欢原生 Android 的系统，就像是 Google Pixel 的作业系统。那当然 Pixel 还有很多优点，像它的相机、它的演算法，我也是非常喜欢。那现在这一次的 Samsung Galaxy S21 Ultra 出来，其实我对它相机的进步也是蛮有兴趣的。然后看到很多人的评测出来，我觉得我也很想试试看。所以呢，应大家的要求，我就去买了一台。这个是自己花钱买的啊，也不会是业配啦，因为他们也不可能找我业配，谁会找苹果爹业配三星的东西？所以我自己买来就是想要来开箱测试，然后分享一下我使用的体验。当然，这个频道还是苹果为主啦，可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还是要知道，现在市场上面另外一个最大的系统，他们 offer 什么东西给我们？那他们里面有什么使用方式啊，或是他们的硬体规格跟 iPhone 真的比较起来，我们使用上的体验到底会是什么样？那我必须说，这个其实是我第3支三星的手机，看你们猜不猜得到我第1支跟第2支是什么？在这边给你们一点提示，我第1支是翻盖式的那种，并不是智慧型手机。第2支三星的手机是 Android 的手机。OK， 看你们谁猜得到？我们就先来进行一个快速的开箱，然后我会把它设定好，因为它听说现在有好像很方便转移的方式。那我们就先开箱吧。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打开吧。哇，这开盖的感觉 ，OK， 灰尘把它擦一下。里面送什么呢？对啊，每次苹果做什么事情，其实它就follow。现在应该是很多 Android 粉很痛恨苹果的事情。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充电器。那整个设计来讲的话呢，我必须说，大家不要跑哦，我们就理性讨论。包装设计的话，我觉得苹果是稍微精致了一点，不管在这个说明书的印刷上面啊，整体的用料上面，苹果是再精美了一点。里面就有一条 C2C 的快充线。那有人说三星这一次是大概39,900，我买的这支是 S21 Ultra 的256 GB， 这个价钱其实它还是在预购的时候还是会送一些东西，那价值大概7、8千块，或甚至到1万块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值不值那个价格，就大家自己可以去评论。你们觉得卖不卖到那个价格，或者卖到多少钱，大家可以在下面跟我讲。那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撕开吧，先撕前面。其实一拿上去的手感其实就是比 iPhone 还要好拿，但是它的侧边也是比较圆弧形的，那这拿起来是比较舒服啦。可是某些方面我也怕它会有点滑。OK， 那整体的设计上来讲呢，我觉得这次它相机凸起的部分，这边是做个这个这样包覆过来的。个人我觉得平心而论，我并不觉得这样不好看。我知道被很多人骂到爆，可是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不好处理相机凸起的方式。那我觉得在壳的包覆上，你只要确定有包覆超过这个1点点，其实就确定可以保护到镜头。外观上面的话，我真的也不觉得这样是不好看啦。可是我觉得见仁见智，每个人的美感不一样，我就不去讲说这个跟 iPhone 比起来哪个好看，因为大家喜欢的不一样。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并不会不好看。那相对其实跟上一代的话，我反而其实比较喜欢这个设计。好，那侧边的话，这个是音量键，它是同一颗，是按上跟下，那它就是角度不一样。那这边有一个电源键，充电的话就是有 Type C 的快充。先来开机，不对，因为避免摔到，我先装上手机壳。好，那手机壳当然是要用一个保护性非常好的，那就要感谢今天的赞助商就是犀牛盾了。那犀牛盾是一个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使用的厂商，大概从 iPhone 6、iPhone 5的时代，所以这个品牌是一直我蛮信任的一个品牌。
非常简单，这个包覆性也非常的好。你可以看它萤幕包覆的地方，它在侧边还是有保留这个萤幕的弧度，让你去操作它。可是它在上面萤幕的地方，它是有凸起来，所以在你萤幕正面朝下的时候，它是不会去刮到萤幕的。上面跟下面都有做一样的倒角，在它镜头的部分，它也是高于整个镜头的边框，所以保护性的话也是绝对不用去担心它的。按钮的回馈感也是非常好，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个 carbon fiber 碳纤维的这个材质，因为我们知道在韩国版的三星或是其他版的三星，它有提供这些材质的背板跟这个相机的地方可以让你选择，可是台湾目前还没有，所以我们就带上犀牛盾来过过干瘾吧。那犀牛盾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防摔壳的始祖啦。可是其实除了这样的设计，你还是可以去它的网站上面挑选各种不一样的设计款式，那它有不一样的颜色跟设计可以选择。那像如果你喜欢联名款的话，你可以上去挑，他们有很多跟很有名的牌子，像是迪士尼啊、鬼灭啊、PewDiePie 啊，甚至是星际大战这一些非常多的联名款设计，你也可以上传自己的图案，它有自行设计图案可以供挑选。那如果你希望帮你的新手机购买犀牛盾的壳的话，那我这边会提供一个折扣码，让你们大家可以到犀牛盾的官网去购买，会有一个苹果爹专属的折扣码跟折扣。OK， 那再来下一步的话，我就是要带出去，然后做一些外拍跟实际使用。首先我会先把我 iPhone 的资料先转过来，它里面有一个 Smart Switch 的一个 App， 那我可能今天晚上就是放着让它慢慢的转，那转完之后明天带出去使用一天，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的心得。2 days later， 三星这次可以哦。好，大概用了1-2天啦，所以还是一个比较初步的分享一下我的感想，分享一些优点的地方，我喜欢的地方。那主要还是会跟我的 iPhone 12 Pro Max 做一个比较，当然会有好有坏。那有些部分就是习惯性的问题，那有些部分我觉得需要等用久一点之后再来分享。OK， 那可是初步的一些感想，从一个长期苹果生态链的使用者，我怎么想呢？希望大家理性讨论，什么想法也欢迎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哦。好，那第一个就是你上手的话，你直接会感觉到就是它的手感，那整个它设计的这个体积啊、造型啊，跟它的长宽比跟 iPhone 都不一样。那这个拿上手的手感，我必须讲是单手操作上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一开始我觉得会不习惯的，像是电源键啊，跟这音量键在同一边。那用了1-2天，觉得这个其实是个蛮不错的设计。因为像我习惯是右手在抓手机的时候，其实这样操作是蛮方便的，所以这样手的直接触觉到，是可以去操作到这3个按钮，我觉得还不错。然后长形的设计，以我自己个人平常喜欢穿的裤子啊，不管是紧的或者是松的，我觉得这种长的在口袋里面的感觉，其实比 iPhone 12 Pro Max 还要好一点点。好，那再讲到操作，就必须讲到指纹解锁，这一点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它指纹解锁的速度超级快，因为你基本上不用讲到它萤幕亮起，我这边展示给你看，它就是直接进入它的解锁画面。那这一点我非常喜欢。那这一点我觉得 iPhone 在现在目前为止，就算是 Face ID 的版本，它扫描完你的脸，其实它基本上是已经解锁，可它还是需要你去把它划开。这个部分我觉得不太方便。iPhone 应该至少给你一个选项，让你可以设定 Face ID 解锁就自动进到主画面。这一点我觉得 iPhone 可以去进步的地方。这个地方指纹解锁的小缺点，我希望它的范围再大一点点，因为有的时候我手摆的位置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失误。所以今年底如果 iPhone 要有萤幕下指纹解锁的话，我希望它的面积可以做的稍微再大一点点。那至于解锁后进去看到界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我还需要一段时间去使用它，去设定它跟调角它，去习惯。所以这个地方就还不太方便去讲说，我觉得这个界面怎么样？那初步使用上来讲，我觉得有一点它的体验感算是非常强烈，就是120 Hz 的萤幕刷新率，这个是非常的明显。我先前虽然有讲过说我对这个高萤幕刷新率这一点并不是很在意，可是你绝对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在我体验上，这是很轻松可以看得出来它跟一般60 Hz 萤幕的差距。那可能我的使用上，比如说我没有玩很多游戏啊，或者我并不会很快速的去滑它。那 iPhone 它的 UI 整个设计上的话它的过场跟这些其实都是非常滑顺的，所以某一些方面会让你感觉到好像你不太需要这个120 Hz。可是我个人觉得，如果在电量上面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的话，这个绝对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一个新功能。我绝对不会说，我希望没有。好，那下一个点我要讲的就是充电。充电上的话，它里面是有快充，这一点其实在很多 Android 上面都有比这支还要快的充电的速度。但是我毕竟是 iPhone 的使用者，所以跟 iPhone 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它的优势在。那有
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并不需要有快充就做得到，就是你在充电的时候，它会跟你讲说，剩多久会充满。这一点我觉得很简单做到。为什么苹果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你可以直接看到你还需要多久的时间把这支电话充满。这个对你一般在充电的时候啊，时间安排上，有人可能不希望它充满之后就一直插在那边。所以如果你知道，比如说剩30分钟就充满的话，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把它拔掉。那我也希望苹果在将来的 iOS update 可以加入这个功能。好，那最后就会讲到我最在意的相机的地方。很多人看我频道会说，我为什么专注在相机这么多？其实我频道最早开始是拍相机的频道，是拍一些古董相机啊、徕卡相机，所以当然我对相机的部分就是我最在意的地方啦。这边有4颗不一样的镜头 ，OK， 那我就把它的规格打在上面。那大致上就是主镜头、超广角、3倍变焦跟10倍变焦的镜头。这个跟 iPhone 相比的话 ，iPhone 就是有超广角主镜头，还有一个2倍或者是2.5倍的变焦，看你用的是哪一支 iPhone。那10倍变焦这一点的话，在 iPhone 上就是没有。OK， 那整体的话，初步的体验上，我觉得它照片的效果非常好。三星的话，我觉得它在调角角色的部分，我们可以先说，现在目前相机里面的硬体基本上都不会差太多了。那当然，三星他们有些比较新的技术，像这些10倍变焦，还有它的超广角，其实是可以去做对焦的这颗镜头。那这样相比起来的话，其实在硬体上面其实是有优于 iPhone 一点点。可是 iPhone 其实它的演算法也是非常强，拍出来照片的结果，我觉得某些情况下可能三星会优于 iPhone， 那某些情况下可能 iPhone 会优于三星。那如果我要以目前粗浅的使用上，我要很简单的去讲的话，就是 iPhone 所调角的逻辑，就是它希望接近还原真实的样貌。至于三星调角的方式，就是它在某一些色调上面会帮你做一些修饰，像是肤色啊、嘴唇、嘴巴，可能会跟真实有一点点距离。可是其实这个部分对很多人而言，可能反而会是一个优点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太真实的样子，可能不会非常满意。那问题是说，他在做这个调角的时候，就很难不去动到其他的地方，你的背景啊，像是草啊，或是有一些它的光影反射的时候，三星在有些地方它是有点偏蓝或是偏，这个并不是不好，只是说它跟真实的色调会有差距。可是它整体的照片看起来并不会像是说，好像色调都歪掉，其实并不会这样。我要怎么去讲？应该就是说，我觉得某一些情况下，三星所调角出来的颜色，可能对很多喜欢把照片贴在网络上去分享的人，应该会是比较偏讨喜的啦。那我觉得它调角的逻辑就是，我怎么调角出一个一眼看上去就比较喜欢的照片，就不要再去另外做角色。所以有的时候这样的话可能是方便一点，那有的时候这样的话可能是是接近你想要拍到的样子。那这个我觉得没有对错，就是使用者的习惯的问题。OK， 那讲到这个镜头的话，我觉得这个3倍跟10倍变焦，我一开始其实在先前有其他 Android 机出这一种的镜头的时候，我一开始对这个的概念可能会觉得说它就是一个噱头嘛。那其实在早期的话真的算是比较是因为它拍出来的效果并不是这么理想。可是这一次我在试拍它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有一些状况下我会想要玩3倍跟10倍这个变焦，那它拍出来的效果跟我先前所看到的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一次拍出来的效果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能接受。那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超广角镜头，这个地方就要讲到说这一次 iPhone 12 Pro Max 竞拍的问题那很多人就说我先前习惯拍 iPhone 拍实物都可以竞拍，为什么这一次不可以？因为这一次它感光元件变大嘛，所以它的竞拍的距离就拉长。三星它解决的方式就是说，它感觉到你在竞拍或拍实物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自动感应的功能，它就会去把它换成超广角镜头。超广角镜头的话，它这次有加入对焦的功能，所以它可以直接用超广角镜头去竞拍，比如说你要竞拍的物品或实物。它在切换的过程其实并不太会感觉得到，交替的过程做的算是蛮好的。有一些人可能会希望说，我还是希望自己做选择，那可能再进到专业模式、手动模式。可是我觉得一般使用者来讲的话，这个其实是多一个方便。那它的逻辑其实也跟 iPhone 也蛮像啦，就是 iPhone 有时候在切换变焦的时候，它没有跟你讲它真正用的是哪一颗镜头嘛，它也不让你去强制做选择。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在竞拍的时候，你其实也不太要去管说它用哪颗镜头。那我觉得这样的设定方式其实是更友善的。那我也相信在今年底的 iPhone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就是它会加入超广角的对焦的功能，它的感光元件跟光圈都会变大。那我相信iPhone 也会用相类似的方式去解决这个竞拍的问题。所以三星目前是已经先有这个功能。整体使用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相机的界面，它有时候在切换镜头的时候，它切换的渐层感跟它的顺畅感还没有像 iPhone 那么好。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透过软体去进步的啦。那就要看看三星有办法去改进这一点。但这个部分其实
实并不太影响到你拍照出来的成效。我觉得就是软体调教方面的差别。那我还会想再测试多一点的 Android 手机，像是原生的 Android 的 Google Pixel， 看它的整个操作起来的手感是怎么样。OK， 那我必须说，目前为止用到现在，其实对这个手机真的还算蛮满意的。OK， 那有一些当然是我觉得习惯性的问题，就像我在苹果生态链里面这么久，很多像是我电脑上 Copy and Paste 或是很多档案啊 AirDrop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方便使用。那 Android 的话，我就靠观众的帮忙，看你们有什么建议啊。比如说，在它整个界面啊、UI 的设计啊，还有一些什么可以取代 AirDrop， 什么可以取代像是你手机 Copy， 什么可以直接到你的电脑去，就是这一类的一些小功能啊，还有设定，你们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是如果有什么观众也是从 iPhone 换到 Android 的人，你们有什么经过的这些阵痛期啊，那你们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都希望可以跟我分享，我觉得我蛮需要的。OK， 好。那今天的影片，我觉得就是一个初步使用的体验啦。整体来讲算是蛮满意，我觉得这是一支还不错的手机。OK， 那我会再用久一点，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想，看我觉得每天日常去使用它的时候，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去分出来这两支的差别。OK， 好，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然后帮忙按个赞跟分享一下影片咯。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